在贵州赤水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有2栋房屋居住在半山腰上，前方呢就是陡峭的山坡，后面呢是高山。整个这2栋房屋居住的地方啊，地势平坦，山川秀丽，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还有很多土地呢都是有耕种的。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呢，这个地方并没有通公路，不管是他们从哪个方向走呢，其实都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路的痕迹。怀着各种各样的好奇心啊，我们准备到山下居住的村民那里问一问路，上去一探究竟。在这个峡谷的底部啊，居住着有几户人家，我向他们打听了一下哈，他们说要到这个山上，这一家人呢，基本上是要攀爬悬崖峭壁才能上得去，估计得走1个多小时。那么从这一边这一户人家的后山这里呢爬上来，我现在已经爬了差不多100米了。整个这里的山呢也是比较高，我的车呢是停在这个下边，我现在呢差不多垂直已经爬了100米了。那么这一户人家呢，垂直距离和峡谷的垂直距离大概是400多米。那你看一下，400多米他们都有铺了这个石梯，而这个石梯呢是断断续续的折弯的铺上去。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铺这个石梯大概都要铺1-2公里的路程吧，因为它不是垂直往上走嘛。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下山的这个路啊，铺这个石梯啊，都不知道要铺多久。我估计没个3年2年他也铺不下来。可以说以前居住在上边的人是非常的勤劳的。去上边的路啊，要穿过大片大片的这个竹林。这里的风景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全部都是竹子。走在这个竹林里边，真的是让人心旷神怡啊，整个心情都要变好不少。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赤水这边的地形地貌。青山绿水加上这种特殊的丹霞地貌啊，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漂亮。全是爬这个石梯，其实爬山爬石梯是最累的。哎呀，太累了，休息一下，补充一点能量啊，喝一喝娃哈哈的苏打水。大家不是现在都在支持娃哈哈吗？苏打水挺好喝的。走累了吧？汗水钻眼睛，然后鼻涕呢也在流，我天哪！稍歇片刻，继续走。穿过这一片树林啊，咱们应该马上就要到了。上面已经看到土地了，而且我还听到鸡叫的声音了。终于是到了这个上边，几只大鹅在那个地里悠闲地啃着杂草。这上面真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好土地啊！半山腰的位置，居然有这么平坦的地方，这儿太舒服了。那边那个地里看到有个阿姨啊，我们待会儿去跟她打个招呼。我们上来之后呢，就看到这里有一栋房屋啊，这栋房屋呢好像是废弃了。然后这个地板的话，都是用石头来铺的。只不过现在这一户人家呢，应该是没人在家居住了。然后有养一些蜂在这里，但是这个呢，可能是上边一户人家养的。因为我在下边的时候问过下边居住的村民哈，他们说这个上边呢，以前确实是一个小村子啊，好几户人家，但是现在呢，只有1家人居住在这里。这里是以前的这个洗菜台，包括磨刀的地方，对吧？然后水缸什么的都还在这里，只不过呢，人已经不在这里居住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片的土地呢都有耕种啊，估计就是那个阿姨在种的。这些鹅呢也是他家养的，包括那里还有几只鸡。吃饭没到，老人家？吃过了。吃过了。耶，你们这儿还可以哦，看得开完了。香还是香呀，就是破破烂的走嘛。都是像样破破烂的走。你是住哪的呢？住那家是吧？哦，那些娃鸡都是你养的？我养的噻。
你们还有几个人在家里面嘛？我家人又多，这儿都是出门口了些。都出去了哈。你们这边姓啷个哟？我在姓王。都姓王吗？我们这儿没姓金。他们姓金。哦，耶，这上面的还比较平呐、这土地还多啊。土地多得很，丢荒的多得很，种的少得很咯。你这土地是用锄头挖呀？锄头人去哇。没得那个牛的呀？没用就用你水台用去用就。哦，现在的话就得你们一家人长期住在这儿，哦，他们就是偶尔上来干下庄稼。就是。你也是在这儿的吗？本来就在这儿吗？是别的地方嫁到这儿来的哦？原来我那底下面嫁在这儿的，你好大年纪了？我70岁了马上。你都快70了。啊。呀，看起还有点看不出来些。我面子就嘛就是70岁。明年是70岁了哈。啊。这里是不是靠四川的边界呀？我们只是四川噻，这面是贵州，这底下也是贵州。哦，意思你们这边也是属于四川了？哦。我还以为是属于赤水。不是赤水，我们只是富江县管的。河沟对面就是赤水。哦。然后这边就是四川了。哦。一年打绳子可以卖好多钱哦？哎呦，绳这些都没好值钱的。打起绳子还是背起下去啊？是背下去噻。就从这里路背起下去啊。啊，背一背可以卖好钱哇？背你好点还是要背70-80斤。1块多一斤。快多2块。2块钱斤哈。啊，下边上来那些布梯全部是你们自己安的啊？是噻。光安那些布梯要花不少时间。还是要花多时间找人，许不说的，谁得功夫深，黑不陌生真。哎，对，因为以前这上面住的人多。那会儿我这高头他几十个人这会儿。就是啊，以前的话有几十个人住在上面。有70-80个，80-90个。我看老人家你还一天开心完的。啊，这还这个年代不开心干嘛？有吃的有穿的，穿的这会儿就是哦。是的。吃饱就是咯。是的，现在是真是吃喝不愁哈。哦。啊，不像以前那个，还有时候饭都不得吃的。真的，这会儿嘛就买吃，也不喊人买吃，买3个30-40斤饼，你要吃多些机会。对对对，你应该没有经历过饿饭年代吧？我们从没经过嘛。哦，2-3岁可能。是噻，2-3岁、30岁、50岁。你记得呀？从记不到嘛。你看我55年生的，从不遇到嘛。哦，对，4-5岁哈。哦。当过你干活儿没咯？嗨，我们这样人啥子嘛，甩甩的。甩甩的。哦，要干活儿赶一赶的。咦，这几个道哦。你那整的老头嘛？整营汇川区你晓得不？咋不到？你肯定不晓得。没走过哈。看好多木料哦。哎。还有木料是砍来做啷个的嘛？哦，砍来做大料。这土墙安全没啊？全部都看你是湿。那个不影响哈。一年卖桌子可以卖好钱哦？523一吨了嘛。你们一年可以卖好多吨哦？我们知道是公路不通过，那都是帮人砍。帮人家砍好几天哇？像我些都说要挣100-200块钱天嘛。你都可以挣100-200块钱天？我们不在些，别没砍风调不木。哦。我们这都养点蜂子啊，喂点牲口子，猪啊些喂点。我有猪都喂得有哈。还是要喂猪那些。你家几个小孩啊？我2个小孩啊，儿子儿媳妇对面的有30个。30个哈。一大家人。你觉得农村矮点吗？城市矮点哦？哎，我们这边人没知识的就在农村好，从过海，我管个儿就煮点大米吃，煮点菜随便给开班可以吃了。城头去你还没横点的，你家我们关起整说嘛，随便出去买根葱头上面都要钱了嘛。是。我山上过去，想给煮点就煮点，想给捞2根菜来煮媳妇儿就煮媳妇儿的。还自由自在的哈。啊。也不担心有钱用的，反正家里有吃的。不就是钱那些嘛，多用，没得不用嘛，咋有菜吃？那过年的话，他们都是回来过年吗？晓得。我还过年噻。过年的时候都是过年那几天都是在家里。啊。还是热闹。热闹。可能过了年初几就走了哈。就是。那你种庄稼要肥料不呀？要买点不多，我们这买的不多。下面北起上来也懒得背哦。
买过100-200斤份呀，摆到我回什么？一会儿摆50斤。哦。哎，这2个猪还可以，你看起肥完了2个小嘴儿。俺大姐买的。你好像也喂了不少蜂子吧？有鸡腿。鸡腿啊？对，这上面大多数都是蓝嘴哈。蓝嘴、赤嘴、花嘴都有。这种就是蓝嘴噻。哦。那蓝嘴长得大跟家呀？这家土地收了都不大的。你去年喂3-4个猪卖没得？我花300噻，我都要去广州老板去去买。广州老板来买几去？哦，那在上面倒锅就转身来买就来撒盘就可以。哦，等于你们小的在广东打工。哦。然后对那边的朋友他要这边的肉哈，你跟他喂起他来盘起去。哦。哦，你这个还卖得远呐，你的猪还。大小。我带你有2瓶酒送给你。不。啊，我们贵州的酒。不，不要送我，不要送我。哎，客气。要不得。我们自家公司的酒。那我不打扰你了，你要干活儿了，我怕要打扰你干活儿了。我反正是耍。我慢慢的走起下去。要得。还有。抓也抓住要得哦。咦，有啷个要不得？那我走了，娘。你们这儿是喊娘娘吗？喊啷嘛？喊娘娘可以。是喊娘娘哈。啊，那我走了，你慢慢的忙哦，我不打扰你干活儿。哎，这个上边的环境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几山都看得很开。然后他们这边的这些人家呢，他都是住在这个相当于一个山梁的位置。然后呢，所有的这些土地也都是非常的平坦，水源也是不缺的。所以这个上边以前居住在这种地方是非常舒服的。这个地方呢，目前就只看到了2栋房屋。那么那个阿姨呢，她是住在上边那一栋，这一栋房屋呢是没有人居住了。那阿姨说呢，这个房子的位置以前还建有一个纸厂，当然这个要追溯到50-60年前了。那现在呢是没有了。大家知道我们用的这个纸巾啊，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包装上啊。要么就是用竹浆，要么就是用木浆啊，就是2种原料来制作的。最远古的时候做纸呢，就是用竹子来做的。这个地方整个视野是非常开阔的，除了后山是靠山之外，另外的几边全部都是可以看很远很远。我们从阿姨这里了解到呢，整个这个上边原先呢有70-80个人居住，只是现在交通不便呢，全部都搬走了，只有他们一家呢还留在这里居住。因为这里上下山只能走我上来的这条路。所以说呢，这个运送物资非常的艰难，其他人呢都搬走了。未来呢，我们也可以断言，很多东一家西一户的村庄呢，将来会不复存在，只有那种超大的村庄呢，才有可能保留下来。像上边这么漂亮的地方，大家喜欢吗？你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湖北恩施的陆院坪，陆院坪这个村庄啊，也是全中国到现在为止唯一还没有通公路的村庄。它为什么没有通公路呢？我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地形，你们就明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我是站在悬崖边上的，那么这个下边呢就是陆院坪，整个陆院坪村庄啊，就是在一个巨大的天坑之内。周围呢全部是这种700-800米高的悬崖峭壁，把这个村庄围困在里面。可以看到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啊，是一道很深的峡谷，就是这个峡谷的高度呢，也是超过100米的，并且在天坑内的这个陆院坪村庄呢，他们村内也被切割成2边啊，一边北边，一边南边，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面那个村庄好像有公路，对吗？这边呢才是不通公路的。但实际上呢，对面那个村庄那个公路呢，它也是天坑内的公路，它是不能通向外边的。再往前面延伸过去呢，其实是那边有一个斜行电梯下来，那么才能进入村庄。所以这个路呢，它只是这个村庄内的一个通行道路，两边之间的人啊，中间隔着一道很深的峡谷，他们相互之间要往来呢，也最少都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程了。那么陆院坪里面的村民啊，他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天坑之内与世隔绝呢？这里啊还有一段非常久远的故事。明末清初的时候，因为战乱造成四川及相邻地区人烟锐减，土地荒芜，于是朝廷有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
大批的湖南人迁移到恩施地区，湖南桃源县的裴姓三兄弟等人便迁到鹿苑平天坑外居住，并试种湖南带来的稻谷，但是只开花不结籽，意识到是因海拔过高种不出水稻，于是寻找海拔较低的地方种植，便发现天坑底部有一平坦的地带，但无路下去，于是在悬崖上挂接36匹白布，顺着白布到坑底，发现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润，土地肥沃，十分高兴。但回去的时候，挂在悬崖上的白布被鼯鼠咬断，无法回去，干粮已吃完，十分着急。恰好此时见到一群美丽的山鹿沿河往山崖上走，便跟着路才爬出了天坑，之后便从这里凿路到崖底，开荒垦田，种植水稻与油茶，获得成功。后来又有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搬进天坑，共同开拓这一片桃源秘境。陆苑平被裴氏探寻发现，又因陆引路走出困境，便将这里叫成陆苑平。陆苑平方圆约5平方公里，四面环崖，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直到今天，村民们还沿用着几百年来的耕作方式，自种粮食，自种茶，木柴烧火做饭，自给自足，与世无争。2016年，一个旅游开发商看中陆苑平的特殊地形，投资了3个亿打造景区，为村民修了1528步台阶，还修建了世界上最长的斜行电梯。据说光这部电梯就花了7300万。电梯长380米，垂直高度340米，大约有100层楼的高度。2021年，这部电梯建成后正式投入使用。原先步行2个小时的路程，坐电梯只需要3分钟。不管是游客还是村民，都可以多一种选择。单程费用游客90元每人，村民30元每人。不过人们到陆苑平可能更多的是来感受与别处不一样的风景和地方的风土人情。对于陆苑平的村民来说，陶渊明描写的世外桃源简直就是他们的家。这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悬崖飞瀑，峡谷河流，奇峰异景，那是应有尽有。在一处悬崖上，无人机还发现有一个山洞，洞口垒有高墙，我猜测应该是在乱世时期村民躲避土匪的避难所。坑底唯一的出口也是水流的出口，这里被深深地切开一条裂缝，水也是从这里流向江河，汇入大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夏季洪水高发的季节，整个陆苑平周边的悬崖峭壁一定可以看到百步飞崖的壮观场面。这些水全部聚集到一起，汇流成河，千万年的冲刷和切割，硬是将这天坑底切开一条近200米高的裂缝，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啊，不得不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造力啊，真的是令人惊叹。这里是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想要深度游览张家界的壮丽风景，你需要安排3-4天的行程，才能充分体验这里的自然景观。门票可以使用4天，也就是说买了票在景区进进出出4天，无需再购票。说到这里，不得不佩服张家界的旅游做得真好，长时间的停留让游客游览更多景点的同时，也促进了一系列的旅游消费。我这次也是匆匆路过停留1天，未能全面体验。我是自驾从北门购票入山，目前门票价格为每人150元。如果你的目的是欣赏风景，从北门上山便可看尽风光，还能节省索道和摆龙天梯的费用。对于想要体验天梯的游客，东门是个不错的选择。当地人说，自驾从北门进是进入核心区最经济便捷的方式，很少有人走这里，所以不用排队。给大家看看我1天游览张家界看到的风景吧。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老家的大山里啊，今天没事儿带你们去山谷里边看一独栋的房屋。这个房屋呢，就坐落在小河边上啊，可惜呢，已经没有人居住了，但是环境非常漂亮。我们去看一看，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环境啊？这边呢是一个山谷的这种形态，那么我们现在已经隐约的可以看到房屋的位置了。边上这里呢，就是一条小河，这里真的是山清水秀啊。非常的美，那么河流呢就围绕着房屋边上，特别的漂亮哈。你看，我们要进入到这一户人家呢，我们这里还得过这个小河，河水也是非常的清澈。那基本上去到他们这里呢，就是顺河而上啊，离这个公路并不远啊，步行上来呢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好几大块的这个土地哦。那么像这些土地呢，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你们是不是有那种感觉，这地方可能以前居住的人是比较富裕的，是吧？这个房屋大家看着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宁静？就坐在这个小河边，我们过来看看。是吧？确实是没有人在家里边居住，不过门口呢挺干净的，然后门呢也是上锁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屋呢保留得非常的完好，虽然说已经有应该2、3年没有人居住了吧。我们站到这个房屋的河对岸来看一下，这里环境是不是非常的舒服？上边也有山，进去呢就是非常深的一个山谷。然后走进去应该有好几公里都是没有人烟的，那么只有这里呢有他们这一栋房屋在这里，门前呢就是河流，对吧？如果说这个水位稍微再多一点的时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我们要洗个菜呀什么的都可以直接在河边洗，用水非常的方便哈。虽然说夏季的时候会涨一些大一点的洪水，但是也不会影响到安全啊。最多的时候呢，就涨到这个院坝这个位置吧。我记得历史以来差不多就到那个位置，整个房屋是没有被淹过的，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安全。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拔大概是500、600。有很多朋友啊，觉得这个夏季的时候避暑呢，一定要到高山。其实不是的啊，如果在这种山谷地带、河边的时候呢，这种400、500、600的海拔呢，也是非常凉快的。为什么呢？它这个水流不断的在流动呢，其实是带有这种河风的。所以说夏季居住在这种山谷啊，通风效果比较好的地方呢，其实也是非常凉快的。有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概念啊，在我们贵州呢，这种500、600的海拔跟1200、1300以上的海拔呢，它的天气差异是很大的。大多数情况下，高山呢都会有毛毛细雨，但是在这种低海拔的地方呢，其实是没有雨的。如果说你要论1年4季都居住的比较舒服的话，还是500、600的海拔更适合一些。朋友们感受一下哈，夏天的时候坐在这个河边，吹着河风，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听着这个溪水潺潺的这个声音，对吧？然后很多的烦恼啊都是烟消云散。整个画面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原生态啊。我们进来呢也看到边上这些土地呢有耕种啊，但是这些呢都是山上的人下来种的，他们自己呢已经没有种了。其实在这个房屋的后山呢，这些以前也是有房屋的，只不过呢全部搬迁走了之后呢，可能房屋就倒塌了，只有这里这一栋房屋呢可能保留的比较完好。像这样的地方呢，其实1年4季住着都是让人觉得非常舒服的。包括现在是冬天，你们看整个山上的这个绿植呢也是非常的多，居住在这里啊，真的有那种隐居般的田园生活的感觉哈。我们可以稍微养一点鸡仔自己吃，河边的话我们可以养点鱼，是吧？自己想吃的话就到河里去捞鱼来吃就可以了，很方便。我们要种点地种点菜的话，这个周边也有大面积的土地，也都能实现。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满足了很多朋友对于这种田园乡村生活向往的这种场地啊。在我们的想象中，孙悟空的水帘洞只存在于《西游记》的奇幻故事里，但你相信吗？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居住在水帘洞中。在贵州赤水市的秉安古镇，
就藏着这样一个人间仙境。这里居住的不是神仙，而是几户普通人家。他们在水帘洞中已生活了上百年，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美得让人心动。让我们一起走进水帘洞，探索这个隐秘的家园。哎，老娘的，煮了没有？还没吃饭呢。你们这里住的好多家人呢？我们住3户。3户人家哈。洞中一共居住着3户人家，他们的家就坐落在2块厚达10米的巨大石板之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活的宁静而又幸福。想象一下，居住在这样的地方，每天醒来就能听到溪水潺潺，看到水莲飞流，这是多么诗意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呢？但你可能会有疑问，这样的居住环境真的安全吗？没有护栏的门口，直接就是10多米高的悬崖，如果发生地震，水位暴涨怎么办？其实呀，对于习惯了山高路险、生活在大山的人们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上下2块巨大石板深深嵌入山体之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比任何钢筋水泥建筑都要稳固的家。我们也向主人家了解到，即使是夏季的洪水，虽然在涨水的季节水量是现在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水深震耳欲聋，但也只是会吵一些，并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想象一下，巨大的山洪从洞口倾泻而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震撼之美呢？走进房屋的内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进深约10米的大空间。里边我们看到有灶台、一些生活用具等，镂空高度大概有3米多高。这户人家好像已经不在这里居住。整个水帘洞的长度有70、80米，居住3户人家呢，也是绰绰有余的空间。这样的居住环境不仅安全，而且拥有无与伦比的自然美景，真是令人羡慕。但遗憾的是，这个美丽的家园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地居民正在搬迁，这一顿可能就是他们在这个家中的最后一顿饭。虽然我们很多人无法亲自踏足这片土地，但通过这段视频，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份独特的美丽和宁静。这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来这边的游客呢，他们是把车停到这边，然后呢乘坐小火车从这儿过来，看到没有？那儿小火车，然后从这个地方开过桥去，然后到那边一直呢就可以开到彭家寨的地方，哎，非常的方便。虽然说不通公路，但是这个有小火车可以坐到彭家寨去。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湖北恩施宣恩县的彭家寨啊。彭家寨呢是一个传统的古村落，距今呢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整个寨子里面呢有50多户人，300多口人。别看住的都是木质的吊脚楼啊，但是每家每户的身价都是上百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进寨去了解一下。整个寨子呢都还是这种古老的吊脚楼风格，看起来非常的复古，也很漂亮。然后前边那儿呢有一栋吊桥，这栋吊桥呢也是以前彭家寨的村民出去的唯一的路线，因为整个这里呢是3面环山，1面环水。老娘，这在彭家寨啊？啊。现在还有好多人来这做？那都在做啊。全部都来做？嗯。不是讲这里花了几十亿来开发吗？几十亿开发，它是彭家寨等面连哪哈儿都是那哈儿的钱。你们这边这个房子是啷个子的那个值钱呢？政府都把房子都买了吗？他政府买是买的，还没给你，他讲是保护。哦，你们现在还是在里面住噻？搞的居住权，他有永久的居住权。永久居住权。哎。但是房子不是自己的了。哎，没有你的所有权，只有你的居住权。哦。你贵姓呢？我姓周。姓周。嗯。还遇到一家人了。你也姓周啊？啊，我也是门杰周。他们这边等于是全部都姓彭吗？哎。哦，那你是外寨子的哈？哎。他这个寨子有好多年的历史了啊？还有几百年，几十代人的。几十代人。嗯。是哪个来发现的这里噻？张良镐啊。张良镐。是湖北大学的教授。
他搞这个古建筑这块的哈，他不是的，他整个到处全国看哈，就是那出廊上那个吊脚楼啊、木房子成片些嘛，所以就把它保护起来了。嗯。跟咱们彭家寨里面的一位老人家聊了一会儿天啊，大概我知道了来龙去脉啊。彭家寨呢，它是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然后里边居住的呢都是土家族人，他们的房子呢也是土家族的那种2层的吊脚楼的风格。他们这里的房子并不是什么金丝楠，也不是什么黄花梨，就是山上普通的树木来构建的。那为什么又这么值钱呢？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们湖北研究古建筑的学者张良镐呢，在整个湖北乃至全中国呢，来考察这种古建筑，就发现啊，只有彭家寨呢，才保留了整片的这种吊脚楼的风格，是特别难得的这种古建筑群，就把这个地方呢全部保护起来了，可以堪称是古代建筑的活化石啊。据说它的价值不亚于布达拉宫啊。2018年后呢，国家就出资了3-4亿来保护这个古建筑的。据说少的一家呢可以拿到几十万，多的呢就可以拿到100万甚至更多的一个补偿金。那国家把这个建筑收购之后呢，就是把它保护起来，不允许呢再去翻新房子，保留这里的原汁原味。村民呢可以有永久居住权哈，可以一直居住在这个房子里。哎，这样的好事呢，还真的是让彭家寨的村民给遇到了。政府出大钱把他们的房子买了之后呢，这个永久居住权啊，依然是村民的。哇，真的是太羡慕彭家寨的村民了。欢迎来到贵州，看山看水看风景，喝茶品酒享人生。Time is the currency of your life. Spend it wisely. No dependence, no matter how much you spend it for you. It's all that. In the end, you may falter. Rest assured, time will not.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巫溪县的南阴大峡谷啊，看一下我身后这个云海，太美了，太壮观了哈！今天早上真的是运气超级好。这边有一个村庄是四面都是崖壁的，非常美的一个村庄。那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呢，我是到了那个南阴天路那里，但是对面这里呢没有来哈，所以今天呢我就专门到对面这里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进入这个村庄的这个公路呢，全是崖壁公路。而且现在这个云海的位置啊，正好在公路的边缘，整个这条公路看起来就像云端的这个挂壁公路一样，非常的壮观。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悬崖村，正好在这个村庄最前边悬崖上的这个池子这里。他们这个池子啊，整个周围全部是用围墙围起来的。村子前边崖壁口这个池子呢，它是一个弯月形的形状。那么前方呢就是悬崖峭壁，
那么我们在地面呢是没有办法看到它这个池子的一个全景的。我们的车子呢是从那边那条悬崖公路开过来的，而且那一段悬崖公路整个长度有4-5公里，基本上都是类似于悬崖公路的这种地形。那这个村庄呢，它实际上就是居住在中间这个悬崖中段的一片的这个平地的位置。那么往那边去呢，也都是悬崖峭壁。后山呢是高山，也都是崖壁，包括这个村子的前方呢也是这个悬崖峭壁，所以这个地方呢，在以前呢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嘛，随便走哪个地方呢，它都是要行走在崖壁之上才过得去。现在呢，咱们是有几个疑问的：这个村子的人搬到这里来多久了？他们那个崖壁公路是什么时候修的？这个村口的前方为什么要修一个弯月的这个池子呢？它有什么寓意吗？我们村里面找个人问一下。说在挖啥子哦？挖地哦。不用牛吗？不用牛，都是用手工啊。对。用牛不是轻松点吗？我们没有喂牛嘛。没有喂牛啊。是贵姓的？我姓朱。朱的那个朱？哎，朱的那个朱。啊，这个村子的地名叫哪啊？叫高洞村。高洞村。你们这个地方是不是盛产中药？产呐，出没牛呢，前湖。前湖哈。这个东西啊，高中低都出，不出的什么呢？党参白母。党参白母不出。不出，我们这儿高不高？低不低？这儿好高啊？这里可能有个1200-13吧。1200-13哈。大概就什么样子，反正我也不具体去知道。特别适合住人的地方就是1200-13，就是那么个地方啊。这个村庄建村有好多年了呀？哎呦，解放以前这儿就有人。这儿就有人哈。解放以前的人在这个地方居住了好多年了呀？哎呀，那具体不清楚。具体不清楚。我都是解放过后生的。他这个地方确实比较奇怪，全部到处都是悬崖崖哈。对呀，他就在半夜中间生那么个灯灯儿。就在这个地方。那最开始来的人是哪些人呐？哎呀，刚刚在这儿来的人，据说是姓李。姓李。后来呢，就是姓张、姓李、姓王，这些都是从别处搬到这个地方来。解放前，穷苦农民没得土地上。解放以后，感谢党，这个把狠人，统统的把他。这个就是以前这个地方也有狠人。有啊，有地主。有几个地主啊？我们往常这个地方，它就是一家地主，相当于这个所有的人做的土地都是这个地主的。对吗？就是帮他干长工、打短工嘛，当常年的意思嘛。对嘛，就这个意思，对的。等于后来打地主之后啊，就跑了。地主那些嘛，把他的土地呀都分了呀。等于那个钱叫么呢？分胜利的果实嘛。对。他的那个财产就分给这些老百姓的，这些老百姓就在这里生长居住嘛。对。这个公路没有修通之前的话，应该就是走挨路是吧？哦哟，这个路哈，没有修通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往外地去，都要从那个五罩子的地方那个上达再下。那就是走爬崖。要爬崖的，反正爬崖，全部要走那么上下。因为你不爬，你这个地方不爬崖，走哪都出不去。对嘛，就这个意思。那我看那个修那个崖路啊，起码修好几公里那个崖壁路。那个路是哪个时候修了啊？19年、80年，具体哪一年到底那条路我也可能记不起了。是开化公司排的那个头。那个时候也是用挖挖机了哈，已经。哎呀，没得，全部是靠人工。等于这条路以前修的时候全是靠人工修的。全部是靠人工，从那些崖上那些路哈，都是用二锤、钢钎，用瓦子钢钎打进来，用瓦子个底下也要灰起来，然后灌炸药进去，把它炸开的，都是靠人工抱着锤打，并且是义务。这条公路你不修谁修？你的家乡谁给你建设？就要靠你自己的双手嘛。对，现在住有好多家人啊。那小的也有几十家呀。几十家哈。那是几十家，那具体我也不清楚。我看你们这里都发展的挺好的，家家户户都楼房啊。
也不那么太好。我们这个地方呢，都是靠出门打工，都是靠出门打工，都是靠出门打工挣点油盐钱回来，然后有点多余的就来起点房子，就是那么个劲。我们这个地方他的说法就是哪个呢？他说，四川的人就不，没得福啊，挣了几个钱就要先来求。他是这样说的啊。这个地方是不缺水的哈。这个地方啊，原来是最缺水，原来就靠那些山上，打个沟沟那个来水，就像那儿那个像个剪刀似的那个叉叉里头哈，那个地方，就有一股水。我们这个村高上现在有2个社，都是吃那个里头的水，这么把它捡到这儿。现在共产党的政策好啊，现在都是弄管子把它捡到这儿来，打个池子就那么吃。高山没点水，就是在那个山那边捡水来。这后来我们这修了双通大堰过后，就是那个水池，叫双通引水工程。这儿还一搞成了过后啊，一到冬天里没点水吃的了，就抽那个的水，抽上高上去，供那个几百个人吃水。原来在没有开挖那个池子，没有搞这个提水管的时候，高山的人一到大天干，那个爱县线上全部是在那儿来挑水哈，全部是在那儿挑水池。等于这个池子是为了吃水修的，双通引水，不是说光叫吃水。我感觉这个池子修得很好哎。这个池子修得好啊，这个水流到下面去啊。我感觉就是这个水池修了风水都要好点。对嘛，是吧？有没有人那个说过？有人也说过，这个也不奇怪嘛。老百姓吃水用水方便些，就这么一个大的开挂，就这么个意思。听这个大叔说了之后，才发现这个池子它是一个大工程，从湖北那边引水过来，放在这个崖壁上了。整个池子的深度有8、9米，怪不得我们从空中看下去，这个水啊都是绿的。从这个地方呢，可以把水放到这个峡谷底去，然后发电。据说这个是一个超级大的工程啊，当时修的时候修了好多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村庄的后山，还有700、800米的高度。所以你看，基本上大多数时候呢都是云雾缭绕，看不到上边的山间。那么刚才大叔也说了，他们以前要出门的话，还不是走现在的这个公路，而是从这个山顶上翻到另外一边再去，来回都得走几个小时。看到这个地形呢，我的猜测也差不多是对的。最开始到这里来呢，就是有钱人，以前古代的有钱人地主。后来这个地主倒掉了之后呢，住在这里的所有人呢，就把这些土地呢都分到各家各户。整个这个村子呢，现在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哈，基本上家家户户呢都把这个楼房修起来了。前方这个池子啊，真的是点睛之笔啊！你想一下，整个村子的下边是悬崖峭壁啊，然后正好这个村口的位置呢，修建这么一个水池，就把整个村子呢都盘活了的这种感觉哈。这个地方啊，整个视野非常的开阔，环境也非常的好。它的海拔呢，大概是1200，也非常适合夏季在这里避暑。在这个地方啊，我觉得1年最少有2/3的时间你是可以看到云海的。所以说呢，大家夏季避暑的话，其实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的啊。等于以前这片住200多人全部走完了。走完了。在四川万源市的大山里，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居住在大山之巅，方圆几公里呢都是没有人烟。这个地形啊，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山形呢也生得非常好看啊。这户人家的周边呢，这些土地啊，看着有翻动的痕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还留居在这大山之巅呢？咱们今天就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四川达州的大山里啊。你们看到我身后的这些群山，就知道我在山巅的位置。车子呢是开来停到这下边这户人家的。我已经爬了一段的山了。今天呢要带大家到这个山上去探访一户隐居在大山之中的人家。从这里步行过去啊，还得走3、4公里，我的天！然后去那户人家的途中呢，这个半山这里呢也还有一家人住在这里的。这边这些呢都是种的土地，也种的这个玉米哈。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到的是身后这户人家呀？
不是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去那边的话还要走这种毛狗路，因为这个几公里的小路呢，其实走的人又少，基本上呢也很难说把这个草给它除一除啊。大家可以从空中看一看我此次行进的路线。我们的车呢是停在这个小山脚下的这户人家这里，然后呢顺着这个地方上去，经过这一户人家，然后再到这一户人家的后山，这个半山腰有一条路呢横跨好几座山，一直往前走。我用卫星地图测量了一下哈，从这个停车的地方到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呢，直线距离就有2公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走这个山道的话，应该是要长很多的。现在呢，我已经到达了半山腰，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些所有的土地，以前呢都是有种的，现在可能人都搬走了，然后这些地方呢也全部就丢荒了。时过境迁呀，大山里面的人呢，一户一户的都往外搬，所以呢，这些以前的耕地呢，也大多数丢荒了。这里大家看到吗？还搭有一个简易的小木棚。我估计啊，以前在这些大山里边，其实有很多人家户居住，可能他们这边呢搬迁的比较早。我的猜测是没错的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牛圈，对吧？以前的牛圈整个上面都没有了，这些木料呢，不久的将来可能就是3年5年吧，都会化为灰烬，啥也看不着了。所以啊，我觉得山里面建房子啊，尽量的可以建木房。为什么呢？一旦没有人居住呢，最多就是过个10来年、20年呢，它就归于平静，归于自然，就不会留下任何的建筑垃圾。像这些木料呢，它再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就化为尘土了，就不会去破坏到大自然。我们建的钢筋水泥房啊，哪怕你过100年、200年呢，它依然还在那里，所以对整个生态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这个路啊，基本上就不怎么看得到路了啊，都是看到一些杂草。当然，这个路的印记呢还在。那我估计以前的话，这边应该不止一家人居住啊，住的人还挺多的。前面这个山啊，大家看看，老漂亮了。你们有没有感觉像一个驼峰呢？中间可以骑个人。这个山上老多的这种红籽了，就是我们俗称的救军粮。大家饿了，实在是想填饱一下肚子了，可以采点吃。但是我现在呢就不能采来吃，为啥呢？要跟大家说话。待会儿你们看到我牙齿上沾的全是这个的话，就尴尬了。今天这个路啊，其实还算平坦的。要是太陡的话，我也不太想来。只有就是刚开始的那一段是上坡，然后跟着这个山过来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比较平缓的地带。穿过了刚刚走的这片森林呢，然后我们到这边又是一大片的荒地。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全部是荒地，也就是人搬走了之后留下的大面积的这个荒地。这边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搞大型养殖的地方啊，因为整个山上的话，方圆几公里都是没有人居住的。那么这个山上的土地啊，从我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应该还是比较肥沃的，所以说长草也长得比较好。你看这些里面这些枯草，全都是长得比较茂盛的。只不过到冬天之后呢，它有一些草呢就干枯掉了而已。你们别说，我一个人走在这个山里啊，有时候也会被吓一跳，因为这些树林里啊，卯不齐的有个什么小动物啊，有个什么鸟啊，它噗一下就飞出来，当时你就给吓一跳。尤其是野鸡最吓人，它也扑出来的时候呢，它那声音老响了，特别刺耳。快要到了啊，快要到了。这边这些土地都相对比较平坦一些，那基本上呢，到这种地方呢，就能够感觉到这边呢是居住人的地方了。哇，这个地方的环境太好了，大家看一下，这些土地都是很肥沃的，山形也特别好看，然后树也长得比较粗大。
是不是老舒服了？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搞养殖啊！我的天呐，太美的一个地方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么大的这个土地面积，以前肯定是不止一家人的，对吧？以前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小村主，啊，不止一家人。前面咱们已经看到房子了，马上我们就见分晓这里以前的一个状况啊。走了个把小时，终于是走到这里了。这边挖了好多的地。吃饭没得水？吃饭没得？是喽，你咋子？我来耍呀！你一个人住这点呢？你是哪个啊？我说你一个人住这点呢？啊，哦，你哪里的？我啊，啊，贵州的。贵州的啊？啊，嘿，来得远哦哈。来得远。哎呀，来，后面，对呀。奔我。等于现在就是你一个人在这里呢？啊，我在这里放羊子。在这里放羊子哦。哦，呀，你们这个房子都还是以前的那个土墙房哈。这个房子建了好久了？有几十年了。都几十年了。你贵姓咯？姓熊。熊。啊。这点以前应该不止你们一家人噻。现在以前这里有好多家人啊。 200几。 200多人呢。啊，搬完了，我都是在这来放羊子。哦，你们也是全部搬着来在这儿来放羊啊？就是每天都在这里看羊子啊？啊，喂了好多羊子吧？我卖了些，那才还有接近20个吧。还有20个。山上有野货，信没得？包不出来就多野多。那几年你不庄稼就没得好多野收入啊。你一个人还种了好多地哇？种了2亩地吧。 2亩地哈，我看你们这里土地还挺好的。嘿，建造哪得到几好久都不得走完。我们那个土地都好哦，公路没弄。对呀，我又看到这里土地好啊，嘿，出粮食的很哈。嘿，天嘞，那是好得很。这里应该不缺水吧？缺水吧？不缺水，水也不缺哈。哎，以前200多个人都不缺水啊。以前不缺水哦，那么多人。 那就是个好地方哎，你们这点儿啊，260、70个人哦，就这一片260、70个啊，那不是房子都几十栋？哎，这点住人有好久了？嘿，住的人那是有几十年的，我们原先还不是搬家子那头，拿的那他搬到那头。哦，搬来这儿来的。啊，这写不给的地那几年。 哦，以前是写地方啊，后来这个土改之后就分了哈。啊，就住在那里哦。这个地方其实好哎。可以哦。你们这个地名叫哪个地名嘛？刘家寨。叫刘家寨。啊，那几年姓刘的，他在这坐不稳了，他跟着拉脚的坐哦。姓刘他爬得稳寨子啊，那个姓名跟他这地方走哦。 熊他打寨子就打得住噻。哦，对，姓熊的在寨子上就住得着。哎，这是你们那年纪大的人摘出来的哈。哎，51年，那你现在70几啦？75了。你75啦？哎，你应该多养点羊子噻。要卖哟，你要养又要卖。嗯。哎，你光养不卖，那你等于零咯。小的就是不让我做了。你几个小了吧？ 是2个女2个儿。你也福气好，都成家立业了哈。是老幺还没成到家哟。你还养的有丰安哈？还有哦。你一年搞这些搞得了好多点钱咯？哎，还是不咋的，挣18000块钱嘛要。挣18000块钱？应该不止。你想下去，你个人又没得土地，没得啥子，你去咋子？有个鸡都没啷子。嗯。还有个女儿在读高中。 你读高中1年要好多钱？你还有个女儿在读高中？哎，你不是70几了？我那个在的那个女儿读高中，是我那兄弟们儿生下来就是了，他就让我带去的，等于生下来我就带去的哦。等于是你们儿死了的，他在生小的时候的。
然后兄弟呢？兄弟他滚那早还带脚的，也搬下脚的哦。哦，怪不得我说你70多了呀，然后还有个10几岁的姑娘。我个人呢有3个安在家了，我有几个小孩了。你个人4个，然后搭兄弟加这个姑娘1个，5个哈。等于现在他的所有事情都在你管是吧？是吧？你晓得那个读高中1年要好多钱？要不少钱哦。在哪里读高中啊？在万源。万源哈。对，高级了。后年要毕业了。后年要毕业了哈。那你的弟儿他不管咯？他管啥子？就是我们国负担了，他啥不管了？他1年800钱都不跟他拿过来。你们兄弟？对。那他还是喊你伯伯吗？还是喊你爸爸呀？是哦。还是喊爸爸是吧？是吧？不是喊伯伯。你心挺好的，看你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那种人。你可能转路上你还是有名堂。走乡村旅游，积累一些有趣的事情。有时候呢，也看到这些地方好啊，也做一些宣传。有一些开发的人啊，他看得中啊，他就可以来嘛，这个地方也有好处噻。哦，对，你说那个话那是对的。你搬下去之后上来有几年了？有3、4年了，搬到结烟行。你也能在这上面赚的钱够你的小的个姑娘花不？那不够哦。不够哈。他哥哥，他细哥哥要补助他点儿。你这个夏天的话，草应该好得不得了。对，这他们说的牛羊都是草，硬是真的啊。我看这个土地，我都晓得出东西的很。你喜欢年轻那你还有阳光的呢。农村生长的，这地方适不适合生存，土地好不好，地方好不好，大概是有点数的。对的。你看你们家这个位置做的挺好的呀，正好坐在最上边哈。基本上都很少有人来哈。他来抓走那个。是，来就是走路。原先几十栋家房子，现在房子都看不到，就在你这儿有2栋。全部都倒了哈。打进拆完了，成了爬了哎。拆完了之后，这个林也长起来就看不到了哈。他树水一起来就冇完了。3个队就你一个人在这儿了，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环境真的没得说。这个后边的这一个山脉啊，看起来特别好看，尤其这个位置，我就说了，这个位置感觉看起来像一个驼峰一样。这个叔叔他们家就住在这里，他这位置挺好的，然后视野非常的开阔。这个地方有一个岔口对出去，对面呢正好对的那个山板吧，你看左边的山高一点，右边的山稍微矮一点啊。他这个说实话，这个地理位置挺好的哟。这是我们贵州的酒啊，茅台镇的酒，贵州。这个是天麻，天麻呀。你拿去做啥？你拿来吃噻，炖乌鸡嘛，矮得很。特别你这乌鸡拿来炖，矮得很。这个真不好意思哦。有哪个不好意思哦？有哪个不好意思？那我走了哈。好，拜拜。我跟你们说，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爽了。这个上边的土地起码有上千亩，大叔也说了，他们这里以前是3个队，有200多人，相当于最少有50、60户人家。因为交通不便呢，陆陆续续的全部搬走了，所以啊，也印证了刚才我的想法，我就知道这里可能是坐着一个村主，因为整个土地太广袤了，那么多的土地。但是时过境迁呀，现在就剩大叔一个人在这里固守着这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呢，水源也是不缺的，整个这些土城啊，我走在这里，我都感觉得到地下水源丰富。包括你看，今天这个太阳晒了一整天了，但是我走在这些土地里啊，它整个土质都是湿润的，就证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这里的土壤它非常的保水。这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些土地是非常出粮食的一个原因。那么跟它的特殊地理位置也有关系，它处于山顶下一点点的一个狭长凹槽地带。那这种地方呢，它就是能够保得住水的地方啊。大叔一个人留在这个山里呢，他养一点蜂啊，养一点羊啊，我估计他1年也应该能够挣个1万多块钱吧。
有很多朋友啊，不是想寻找一片大山里面的地方来创业吗？我觉得这儿挺合适的。你养多少的牛羊，我觉得都问题不大。可能就是运送物资比较难一点啊，有几公里的这么一个路程，需要人力。综合这个地方的情况来看的话，可能是养羊比较适合一点，因为养羊的话基本上不怎么吃粮食嘛，稍微的把这些土地种一种呢，也就够了。好了，朋友们，那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门口一座大山的山腰上啊，我们发现还有一户人家居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户人家后山呢是一条很长的山脉，然后住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支脉下来，正好在山腰的位置呢有一片特别平坦空旷的土地，房子呢就建在这里。整个房屋的周边的土地呢还有耕种啊，所以呢肯定还有人留守在这个上边居住。今天呢咱们就上去探访一下。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重庆乌溪到城口的这个路中段，走到这儿呢，风景很漂亮啊，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今天呢，继续进山里面去搞探访啊。我感觉他们这边搞得挺人性化的哈，这里还搞了一个公共厕所，我把车停在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
前面这儿呢有一个点，说是2扇门。它这个2扇门呢，说的就是这个上边这个刀片山，非常的漂亮，大家看一下，很美啊，真的很漂亮。如果从空中的镜头来看的话，它真的就是薄如刀片的这种感觉。那么这边呢是一条河流，如果说大家自驾游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走这条线的哈，这条线挺漂亮。这条公路呢，它就是顺着这条河走的，所以整个景是非常好看的。我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多往这些峡谷的地带走一走。哎，首先呢，第一个是不太冷，第二个呢，这个低矮一点的地方呢，它这个绿植会更丰富一些。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往高山去玩哈，高山上呢就凉快，对不对？现在呢，我在一座大山的山脚下，我们的车子是从那个峡谷开进来，这个地方呢就没有公路了。然后这里呢要笔直着爬山，在我前方的这个山的山腰上呢，还有一户人家在那里居住。大家看这个路啊，本来就没什么人走，然后冬天呢，这个树叶枯黄，掉下来呢，整个小道上呢铺的全部是树叶。这样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坡其实是非常的陡，他们这个小道呢都是来回的折弯，就像那种72拐的公路那种形状。因为你直走呢就是太陡，很难爬，特别是要背东西的时候呢就更加的麻烦。所以这个直线距离，比如说从下边公路的地方直线距离到他们家呢可能就是1-2公里，但是通过这些弯道呢，得拉伸了之后，差不多就有3-4公里的路，所以呢，步行上来又是上坡，可能得走个把小时吧，差不多40-50分钟，个把小时。大家以前老是吐槽我到山里也不带点东西，你们说这个路咋带？我自己要背个包，又要这个拍摄，所以真的是没法带。这个在冬天呀，山上的这些树叶都差不多掉光了，树木呢也看去光秃秃的，感觉有一些沧桑感哈。如果说是夏天和冬天做比较的话，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天气呢？这里就是一个小小的山梁，那我们要走到哪里呢？走到就是我们镜头的最顶方那个山尖尖儿，然后上边就是一大片开阔的地带，那户人家呢就是居住在那里。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从这儿爬上去，还得走半个小时吧，笔直着爬。要歇一下。今天主要是天气又热，谁曾想到冬天也能让人大汗淋漓，是吧？他们这户人家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就是因为这里有大面积的这个土地可以耕种，在这个半山的位置呢，相对来说没有上边和下边这么陡峭。但我发现这个土地啊，很有可能不是特别的出料啊，这地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石头、石渣子，包括这个土层呢，应该也不是特别厚。种植的这片土地的周围呢，他们都有用这个栅栏拦了一下，这很有可能呢是在搞养殖，又或者说在山里嘛，有可能有各种野兽什么的，预防野兽来侵袭庄稼。大家看他们种地呢，也是纯手工挖的。你看这边就挖过了，那边没挖。站在这里呢，视野非常开阔啊。看一下，整个对面是群山环绕，但是也感觉到挺孤独的。对面这么大的山，竟然看不到有人居住的地方，是吧？
奶奶，吃饭没到？哪个？外面来的。外面来的。啊，我说你吃饭了没？啊，吃了。你一个人在家呀？我个人在屋的。你一个人在屋里？哎。其他还有人吗？他们啦？嗯。他们我老婆去看城子去的。哦。大家看看啊，这个房屋呢还是一个土墙房。然后现在这里呢还有2家人，除了这个老奶奶之外呢，另外还有一户人家啊，他们应该都是一起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后边这里呢有很多的蜂箱啊，这都是在这里养蜂的。是不是住在山上挺舒服的？整个周围都看得很开。刚刚呢，老人家也跟我说，还有2个年轻一点的在这里，相当于他们现在是2户人，应该是老人的儿子吧，在这里养羊，然后在这里养蜂。现在呢，到山里面去砍葛藤去了。我估计不到这个下午4、5点，可能也不回来，因为进山干活，我是农村的，我就比较清楚。一出去干活的话，就基本上要干到天快黑了，然后才会回来，所以我也不能在这里等啊。但是这里大概的情况呢，我可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这个地形呢是相当的不错的。这个房屋的后山呢，它是一整条山脉啊，一整条山脉过去，那边是高峰，然后这里呢正好是这个支脉下来之后呢，这边有一片比较平坦的这个地方，那正好呢，他们住在这里。刚刚我在下面的时候呢，也问了居住在山谷下的那个大叔啊，他说这里呢现在就是2户人，一个80、90岁的奶奶，然后另外还有2个人在这里搞养殖，然后这里呢还出了一个人才哈，听那个大叔说呢是武大的研究生，现在呢是在这个县里边工作，所以你看这个地形就是出人才了吧。这个老人家呢已经快90岁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呢，他们这家人呢搬到这个山里来住，最少是超过100年的一个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房屋呢还是这个土墙，像这样形式的土墙的话，我估计应该是超100年了。哎，这有些羊回来了，这就是养的羊，这里有4只羊。我走了。走的？哎，走到。你走了回他们啊？不回了，走了，我懒得等。懒得等呐？我想。他要回来下的，去找档子做嘛。不做了。我走了，奶奶，我就是来玩一下就走了。现在呢，就是奶奶一个人在家，然后我跟她交流语言也不顺畅，她耳朵好像也不太好。然后我如果还在那里看呢，他就会东转西转的说看看，年轻的人在不在，所以我又怕他走着摔跤，所以我就赶紧离开，就省得他在屋前屋后转来转去的，摔到了就不好了。我猜测一下啊，山上这户人家100年前为什么要搬到这上面来住？大家知道住山里面的人肯定都是那个时代为了躲避匪患呢之类的等等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住在人迹罕见的地方呢，就避免呢跟人有口舌，对吧？还有呢，就是大片的这个山林呢，都是属于他家的。我跟大家说啊，很多时候这个风水是轮流转的，对吧？100年前住在大山里面呢，很多人都是挺厉害的，比如说地主啊，很多他都是住在山里面很偏的这种地方。那么最近发展的这20、30年呢，就觉得大山里面就很不方便，对吧？很多地方都通公路了，大山里面呢就没有通。但是你们知道吗？正因为单家独户的住在大山里面，所以周围成片的山林土地全是一家人的。就是住在这种深山里面的人，我问都不用问，他家的山林土地最少是200、300亩以上，你们相信吗？所以你看现阶段来看的话，住在山里的人其实就不错的。比如说你真的有好几百亩、上千亩的这个山林的话，你每年的这个森林补助款都不少钱呢。所以很多事情啊，没有绝对的好坏，都是此一时彼一时。你在70、80年前住在这种地方就很好，
你再往我们之前的这个20-30年，你住在这种地方就不好，因为不好发展，然后路也通不了。从现在开始往下走的话，住在这种地方又开始慢慢变好了。100年的时间，就是很多东西是转来转去的。我现在呢，就是慢慢的往下走了哈，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你知道咱们中国版图雄鸡造型的心脏位置在哪里吗？我现在就站在咱们中华大地的心脏位置，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脉搏跳动。这里就是重庆、湖北、陕西3省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被称作鸡心岭，海拔有1890米。走上鸡心岭，一脚踏3省，说的呢就是这里。这里也是西南、西北、华中3大区的交汇地点，有着一个特别特殊的地理位置，处于北纬31度，东经109度，正好处于中国版图的心脏位置，所以呢又有自然国心之称。这一块3省交界的界碑呢，是1996年建在这里的。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就在重庆，我们往这边走2步，就到了哪里了？湖北，对吗？然后呢，我们再往这边转几步，到了哪里了？到了陕西了。我们这个几秒钟的时间啊，我们就跨越了3省。接下来呢，大家就跟着我的航拍镜头，一起来感受一下咱们自然国心的脉搏跳动。我说我拿个鸡给你，你拿个鸡给我，你还拿稀稀的拿个鸡给我。好啥？我看你们好像还喂了好多蜂子哈。空头啊，简直没得了！就是这个童话，这童子有啊，就没得啊，饿死了。饿死了。哎，这风天天那么落啊，他出去拿不到花，那个雨落久了就把他饿死嘞。哦，这里主要是海拔高很了哈。我们这下啊，我们给海拔高哦，1500家。你们贵姓了嘛？我姓周啊。你姓周？你们呢？你们贵姓啊？我们姓燕。燕，包儿那个燕。这里原来有几家啊？1家，5家哟，赶紧得自己买房子出去。主要是太难得走嘞。我赶场，我去赶场子呢，要走将近4个钟头才走得拢呢，要会儿弄个上。啊，中间有几家全部搬的哈。也是搬来的了嘛，啊，底下几家就姓杨，我们两姓人就是一个生产队。那你们在这上面现在住些啷个呀？就住点包谷干，也还有4个人嘞。然后再喂点蜂子啊。蜂子简直没得搞头的。你把这饿了，我们煮点东西吃。饿啊，真的有点饿哎。你们有面条没得啊？有。今天是真的有点饿了，走了几个小时的路。
你有面条的话，就煮点给我吃也行；你煮饭的话就太麻烦了。有饭也有。煮点面条。这个是老人家他们喂的猪呀，然后这个是腊肉，正儿八经的腊肉，熏的老黑了，看着就想吃呀。你好大年纪嘞，老家？78了。你78了？我哪个看你还要才70岁了啊？78了，我天！ 78吃79的才大。真看不出来。看一下这里的整体环境啊，那边有一户人家那房子烂掉了，然后这里也有一户，这边也有，然后加上他们居住的这里，这边总的有5户人，也都是姓燕的，只不过现在只有这2个老人家在这里了。你老家在哪个地方啊？我老家遵义的，但是也都是山里面。遵义的都不远。遵义那里头我都通过。你年纪要大点嘛，这个老人家年纪大点喽。山里面的人真的看不出来，看起还年轻，皮肤都好完了，真的。老了要不得喽。咦，那谈话给啊？又不动了。我看你们噻还硬扎得很呐。扎得很。这不行了，还硬扎，都饿死了，都推迟了，都哪里都不想去了。7、80岁的呀，你还要走几多远的啊？给身体也走不住啊。走来回来不行了，累呀。那你们这个就是要吃的任何东西都出去买一杯进来。这买米呀，买喂到一个箩嘞，喂到个箩里嘛，买米那些嘛就是用摩儿去拖嘎。去买鸡的话就拖起上来哈。有人拿不来的了啊。人背就真的恼火来了。拿不来的。他饿了，我那顿饭。煮点面就行了。你要给他封糖啊？耶，你是干点封糖来还？我们自己工的工资做的封的。你太客气了。一年取得到好多点封糖啊？几十斤。去哪又背起下去卖啊？要在屋头来拿呀，就是他住在底下，他来拿的。有些在屋头来拿哈。建设房子没有去藏的，建设房子损失太大。损失了哈。我死了全模糊。我是不是小罗又来了？他经常来是吧？他来了好久回来。他也干嘛带几人有点路啊？他也干。哎呦，谢谢，说你太客气了。管理远近的人来朋友，只要吃东西可以。多口述是你的。我们这个没有走哪的，你赶走哪些好的坏的你一见到心。对了，这个人一辈子不容易要过的他。真的。再我搞2瓶酒给你。哎呦，我老天嘞！耶。弄个啷个好得哟！我觉得杯酒都杯够干了。哪个来都人生面不熟的是会记住，何必拿着一斤去好花哟？没有关系，我们自己做酒的，酒也不贵。我们呢是经常在外面走的人，就我知道我们都农村的人都比较好哈，你不能老是给占人家便宜。已经煮好了。好过。哎呀，马上吃面了。真的饿了，真着。我不饿点就不谈了，你吃面吃点啊。你不问我也要谈，我饿了要走几个小时路转给我不谈啷个行哦？我们是现在的，不是多钱。不谈给我给你煮哦，他真的要谈。真的是。来，好了。就是那就可以直接吃吗？要得，那走外面的去。今天是真饿了，在这个叔叔家吃一碗面哦。我跟大家说，真的走了3个多小时，肚子真饿。你要是今天不在这里弄点吃的，我真的走下去都困难。哎呀，这个老家煮的这个面挺好吃的，加了一些那个糟辣椒。把那拿起来。
饭都不吃嘞，这个已经够了，我吃饱了。价格不够，是不是？出门人就不要讲理，真的不讲理不讲理。嗯，他们这几家搬迁了吧，都已经10多年了，是吧？20年多了。等于就在你们2个老人家住在这上面，都已经20年了，相当于是。20年多了。哦。本来下不来，我都住10年的租子住得小。哦。然后又回来了。还是要回来，回来我还要好点点。是。住在山里面呢，最起码生活不愁。我们的这些嘛，少用好多钱。嗯。燃烧就捡到了。啊。财经钱捡到了，肥料钱捡到了。光照点电费，电费的话，我们就是光照个灯开个气。嗯。我1个月几块钱的电费，大些估计1个要200，你还要雇洗剪整。是。那说你们搬来这儿来住好多年了呀？老主人搬来这个地方来了。啊，9代人了，200多年。那你们这点已经的200多年了，应该出去有好多人噻。就是那个人些不发现。你喂的鸡要多多啊？喂得10多个鸡。回来是自己搞来吃哈。哪个鸡？老个辛苦，我在懒得老哟。哪个鸡？我不要。哪个鸡公鸡？我要，我也不要。一个鸡送我啷个做了？我送你要给小意思。小意思。千里路上送好嘛，你请人一动。你这个话讲得很好听。真的。哇，这是个下死狗拖上去一东西去把眼睛都吓一只。吓死狗。他不能跟业主那个对干。这业主把熬小工都干了。他一干都敢搞业主。搞啊！他当就搞不赢了，就把头狗。我这还年轻10年，我这房子我要动过的，现在算了，娃儿那些走的。他也不在这里住了呀，你还动那些抢用嘛？对。但是我跟你讲哦，虽然你这儿现在不通路，但是未来10年，汽车可以在天上飞了，这就有用了。在天上飞噻。你现在就有了，再过10年这个技术全部成熟了之后，它不需要有公路嘞。你这个地方把爸爸走哈，车子是换3条就飞起上来嘞。现在的科技好发达。对。国家发达。他能够坐人不还上他2个车子啊？那肯定坐人哪不坐人哪开不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叔叔他们这里居住的地方，环境真的非常的好。我也跟这个叔叔讨论了一下他们居住的这个地形啊，然后我们从这个航拍的镜头来看呢，比较清楚啊。这个房子你手头起的吗？是哪个起的啊？就是我手头起了，不懂。起的时候不懂哈。你的时候不懂，是懂了我把这个房子啊，老同说拆了干那个刷子，把拆了房子就往这头，连过来就往那个方向走就好。对，就是起房子的时候也不懂哈。就是不懂。老杨，我先走了，你还忙啊？不行，我先走了，我要下起雨嘞。感谢了哟，吃了你们家的饭呐。那得抢弄个谈了，你不拆，别人到时候来耍。好。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告诉你。要的，我把你电话号码存一个。我说我哪个鸡给你？你拿个鸡给我，你还拿稀稀的，拿个鸡给我。我走了，老杨。你慢走。到时让他一不拆别嘛又来耍。要来。感谢了，今天。我走了，睡。拜拜。这2个老人家太客气了，到他们这里吃了饭，他还要留我在这里住宿。那个叔叔呢，还一直跟我说要拉一只鸡给我带下山。哎呀，我说我怎么拿嘛，对不对？我也不可能要他的。他们在这里居住的时间不短哦，
祖辈就在这里居住，已经有9代人了。那么算下来呢，已经差不多200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呢，他的大儿子呢是在城里边。你们看啊，这2个老人家呢，他们的精神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呢，得益于常年在山里面劳动，包括这里要进出山呢，每一趟都要3-4个小时。那么现在他们2个老人家呢，是养了有4个牛，有养过年猪，然后喂有1个马。喂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下山赶集的时候呢，好驮东西啊。他们呢年龄现在比较大了，要是背着物资走3-4个小时呢，肯定身体是吃不消的。我出去步行探访呢，走了很多的地方，但是这里呢是目前我走的最远的地方。你从山脚下要来到他们这里啊，就算你马不停蹄的走，你也要走2个小时。这个上边啊，整个都是风景如画。看一下，我们现在无人机在中间这一条山脉，左边这里呢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叫双叉岩，然后右侧呢这个地方叫范正山。范正山呢以前是非常出名的，香火旺盛啊，上面有寺庙，但是后来呢这个寺庙没有了。可以说整个这一片地方呢，真的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呀。可以说这个叔叔呢，真的代表我们大多数山里人的这种淳朴和好客。你看，阿姨在跟我煮面条的时候呢，他刚回来就马上去把这个蜂蜜拿过来弄给我喝，对人真的是太好了。这个叔叔家呢也喂了很多的蜜蜂啊，应该在冬季的时候呢他会取蜂蜜。如果朋友们要这种原生态的蜂蜜的呢，下半年的时候咱们可以组团到他这里来玩，到时候先跟他电话联系，到他这里来呢搞只鸡来炖来吃了再下山。现在呢，我已经到了下边杨家这几栋废弃房屋这里了，2个小时的下山路啊，想想都够累的。看到这里了，你们就难道不点个赞，不关注一下吗？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